实际上来讲，美股的那个选股策略开发完会长这样。这里的 list of trade 就是交易明细。那我们传统的交易明细是同一个商品，然后去做进出。那如果你是用选股策略开发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是可能同一个时间，比如说像这里你看像这边，这里都是2016年的1月6号的00点因为它都是日 K 嘛，所以你看1月6号的00点，他就买了1张、2张、3张、4张、5、6、7、8、9、10、11、12、13、14、15、16、17，他在那一天的那个时间就买了17档股票，然后17档股票呢，他买的量就在右边这里1股、4股、9股因为美国都是零股交易嘛那零股交易的部分因为本身 SQX 它在开发选股策略的时候，它如果遇到那种股价太高，比如说像老师现在的开发设定就是像刚刚的一样，我3万块然后 100%那我用的 Trading Option 我就设定30档，30档的话就是每一档大概差不多在1000块所以像你在这里所看到的那个交易明细的部分像这边500块他如果买2股就会超过1000块，所以他就只买1股这样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好，那整体来讲你就会看到它其实交易的笔数，像这一个我刚刚点的它的交易的次数呢，这里4060，它总共做了4060次，也就代表说它股票买卖的4060次，但是这4060次就是用相同的逻辑，因为你在 source code 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交易的逻辑嘛也就是说这个逻辑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在这100档的股票里面有成立的他就先买，然后最多不会买到超过30档，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它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就是它净值曲线。好，那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直接拿去用，因为在 SQX 的这个选股策略里面，它有做一个怎么讲呢，防盗版的机制你看我如果把它切换成 Easy Language， 也就是我要汇出到 TradeStation 或 Multichart 去做交易的时候，你点下去它会告诉你不支援Stock Picker strategy are not supported for this platform. You can see each pseudo code, but live trading will be supported only in our new cloud trading platform, Argo Cloud. 所以 SQX 公司坦白讲也蛮聪明的啦，他就是希望你虽然用 SQX 产出这种选股策略，可是你只能拿到他们家的 Argo Cloud 去用，这样大家了解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Argo Cloud 是什么东西Argo Cloud 就是刚刚我给大家看的这个那你可以从这边 sign up 去注册一个虚拟账户那注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做登录的动作。好，那我现在先登录进去，老师已经有先做模拟了，因为我想要先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那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说有帮助有帮助。现阶段是没帮助啦，现阶段唯一的帮助大概就是你可以去模拟玩看看但是对真实交易是没帮助的，可是以后会对真实交易有帮助。来你的模拟的 Argo Cloud 进来的时候，基本上它会给你10万的那个美金让你去做模拟然后你在这里的 Live Trading这边你会看到 Demo Account， 那 Demo Account 就是你里面目前用到的策略，像老师就是随便抓5个开发好的策略，然后就丢上去让它执行。那这5个策略锁定的都是纳斯达克这100档的股票，所以5个策略的逻辑不一样，那这100档股票只要讯号有成立的，它就会去做买进。那右边你可以去看到像这一个策略它已经买了30档，就是上限，然后其他这边都30档30档30档，这个买28档
好，所以基本上它很快就买到上线了。那它这个平台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一旦策略挂上去开始执行的时候，你的平台就可以关掉，它是完全全云端运作，所以它也不需要你再去申请一个什么亚马逊云端主机啊，然后去弄什么资料库啊，还是去租用那种 VPS 啊，都不用，它就是你直接把策略挂上去就可以用了。那它的策略要怎么挂呢？你在左边这边有看到一个叫做 My Strategy， 那这里的 My Strategy 一开始 Edit 的画面就是编辑的画面，你可以直接在 Argo Cloud 上面去 Create New Strategy Create New Strategy。 那这里的 Create New Strategy 它有两条路径啊，一个是 Stock Picker 也就是选股的策略，另外一个是单一资产的策略。那单一资产策略就是你可能指定买某一档股票，然后用它的策略去交易。那选股就是一箩筐的股票。那你都可以从云端这边去建置。然后大家如果有玩过的话，你可以注意看，当我点 Create New Strategy， 其实它的画面就是什么？就是 SQX 的 Argo Wizard 的画面。其实是一样的，有没有发现？只是他把它搬到这边来，其实是一样的。好，那这个是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建立策略，可是通常来说我们不会这样子做，我们通常会到 Manager 的地方，或者是到刚刚的那个 Edit 的画面，我们先把这个叉叉关掉，然后右边有一个叫做 Load from File 读取档案。它的读取档案是什么呢？你在 SQ 这边你把你的策略勾起来，比如说像这个 0.1003 我勾起来，然后我就直接存成 SQX 格式。那我存在我的桌面。存完之后呢，我可以在 Argo Cloud 这边去 Load from File， 然后到我的桌面，你就可以看到刚刚存的 0.1003 有没有？你就直接把它开启。开启之后，它就自动帮你把它的逻辑读进来。然后你也可以在这边去做设定，比如说我是 Stock Picker， 然后我是纳斯达克的100档日 K。好，那时间的话，我自己是习惯从2016了，然后到今天。那所有的东西这边你都可以去设。手续费的部分，如果你选择 Stock Picker， 它是套用盈透证券的预设值，按存档。好了之后 Trading Option 呢，还有 Money Manager 这边都可以去设定。但是原则上你读进来，它只要是抓得到的设定都会自动套用。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按 Run for Backtest， 它就会开始去帮你做回测。那回测的结果会在这里出现。好，我们稍微等一下。它测得很快。那你看它测完就长这个样子，那就可以点选它。一样可以在这边看到它买了哪些股票，然后净值曲线长什么样子。你就可以去看，像它这个净值曲线，我们看一下它跟我们刚刚 SQ 上面的净值曲线，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差在我有一些设定没有设定好。因为我只是为了要展示给同学看而已。有些东西可能需要做微调。好，那好了之后，你这边的策略基本上就可以储存。好，那储存是从这边，那储存成什么呢？ Save to my strategy， 储存到你的策略。这里是保存在云端的意思哦。那你一旦保存完之后，你可以去选择你建好的资料夹，比如说像我在这边就有一个纳斯达克的资料夹，我就选好按储存。好，储存完之后，我就可以再回到我的 demo account 模拟账户。然后我看一下这边，我好像已经达到上限了。对，我已经达到模拟账户的上限了啦。因为它模拟账户最多只能跑5个策略。对因为我现在已经达到上限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加，否则我是可以再加进来，然后让它从这边去做交易。所以你看像现在我所有的这5个策略就是之前挂上去的，其实它都是 start 的状态。好，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它就会开始去帮你针对你的策略，然后去套用在纳斯达克这100档去做选股的交易。